您是否跟我一样有感觉到玫瑰花季的脚步近了？这时候的玫瑰叶片都是很光亮又健康的，才经过2个礼拜的时间，绿意盎然的景都已经呈现在于眼前了。这时候针对一些防虫杀菌还是少不了必须要喷药的。上一次所介绍的白粉病经过喷药之后，你看它又恢复了活力，健康了。每一株玫瑰都可以看到花苞的形成与饱满，甚至这一株大型的黄木香也开始花开了。这是黄木香的花型与色系。玄关这一区全部都是盆植，也能长这么大。这时候玫瑰最需要的就是营养与体力了。接下来看到的画面就是停车场的空拍。这一些玫瑰都已经形成小花苞，也是最需要营养与体力的时候。这时候我们采取的话就是赶快要灌溉易肥了。去年的绣球花经过我的修剪，今年的花量真的不少。我在做什么？我在下一体肥料。这个时候花苞都已经形成了，不赶快加强一些易肥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，最需要的就是体力了。就是下一体肥料或者化成肥料。一体肥料是最快的，而且用灌根的方式。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讲解给你们听一下这方面的比较。而且在下一体肥料的时候，尽量选在浇水之前。在呈现半干燥的状态之下，灌根会比较好，吸收也会比较好。等一下我会讲解给你们听一下。我们现在准备把一些液体肥料做稀释，这是高浓度的液体肥料，后面有写一些稀释的方式。这一些液体肥料都有一些稀释的一些浓度，必须要看好是单纯使用还是说配合其他的药方使用。记得要搅和均匀。你有没有看到画面上的盆植？我完全没有在浇水的状况之下，先淋了这一些液体肥料。大概每个盆的话，就是给一个勺子。记得在给易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先浇水，要呈半干燥的状态之下会比较好。肥料有分为液体的，还有一些化成肥料，还有固体颗粒比较大的。这个时候玫瑰最需要的话就是体力还有养分，这时候以液体肥料来灌溉是比较快。等一下我会做个实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一些肥料是用在什么样的时期，有什么样的效果？等一下我会好好的跟大家说明讲解。就来看一下这一些固体肥，还有化成肥，还有液体肥。我们先把水同等分的话，先把它放进去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融化的速度。当然不用说的话，液体是最快的了。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些实验。这个液体肥料当然是最快的速度啦，只要放在水里面的话，做个稀释。完全是溶解了，速度很快吧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个化成肥料，也就是我们常使用的这一些肥料哦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些化成肥料，我现在怎么做搅拌，它就是融化的有限，所以它虽然是属于快效型的肥料，但是它的速度是不及液体肥的。你看还是会有残留一些的哦。
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固体肥料。什么？来，我们把固体肥料放在水里面，来做个搅和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固体肥料的话，你怎么搅它都不会融化，所以它就是一个长效型的，是慢慢发挥效果的一些肥料咯。这个可以看得到，固体的肥料、化成肥料、液体肥料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每个最需要体力跟养分的时候，使用液体肥料是最快的了。要是你要让它慢慢的发挥它的效果的话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用个化成肥料。化成肥料的话，它是直接撒于泥土上，稍微做个搅拌也行。这个固体肥就是要用埋在土里面的。像这三个它的比较的方式，大概给你们看，你们也比较了解了。这个是刚刚我们所实验的一些废料。看完 Erin 的这一些介绍的过程，有什么样的感想呢？一些肥料的比较，还有一些下肥的一个过程。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下液体肥料呢？因为现在的话，就是这个花苞都已经形成了，甚至有些的话都已经饱满了，它是最需要营养跟一些体力的，所以这时候给个液肥是最快速，而且效果也是最好的。当然，这些肥料的话，有固体肥料，还有就是化成肥料，还有液体肥料。这个时候就是选液体肥料。化成肥料的话，它已经有一点点慢了。这个是在开始形成花芽的时候，花苞的时候，会比就是一个补助会比较好。我大概总和了这三种肥料：固体肥料、化成肥料、液体肥料，它的不同点，用在什么样的时期，这一些我就是先写在手机上做个笔记，再讲解会比较快。通常固体肥料就是，我们在花芽花苞的时候形成，你给固体肥料是来不及的。这个时候就是液体肥料。固体肥料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呢？也就是我们春季花开之后的礼肥，就是谢谢你花开之后的那一份礼物，那称为礼肥。这个时候要给予。还有就是在秋天之前，给予一些固体肥料少许的，因为秋天还是会再花开一次的。接下来最重要就是冬天一定要给冬季肥料，也就是固体肥，它是一个长效型的，慢慢去做个吸收，持续着它的体力还有营养。这方面我冬天下固体肥料对我而言是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下肥。接下来就是什么样的肥料，就是化学肥料。化学肥料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？就像春天我根本都没下肥，可是在它花芽花苞形成的时候，没关系，赶快做个补助，赶快下肥，它还是有效用的。它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上呢？也就是原肥，还有就是追肥。何谓原肥呢？原肥就是你在种植玫瑰的时候，跟一些介质做个混合搅拌，那个称为原肥。那追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追肥是追加肥料，在需要的时候就是追加肥料咯。通常有些人的习惯就是1个月到3个月就给一次，这个化成肥料。化成肥料的话，很多的话就是撒在于介质上面，再轻轻的做个搅和，这样子就足够了。但是你种一大片的人，哪有那个时间慢慢去做搅和？你就像农夫一样这样子，斟酌一些量这样去撒，就 OK 了。但是剂量不要过多，免得咸死。这个有一点点就像我们农夫常讲的咸死了，这些植物都咸死了。造成植物的伤害，反而会死翘翘，所以这些量就是要斟酌了。还有就是
体肥就是用在最快速达到效果的时候使用。就是在现在花苞已经饱满了，已经快花开了，这时候赶快下个易肥做个补充。这个期间的话，我大概就是1个礼拜会下1次的易肥，持续它的营养跟一些体力。不然一般来说，我会是1个月1次下个易肥。这个也就是3种肥料它最大的不同点了：固体肥料、化成肥料、液体肥料。这3种肥料必须要搞清楚才行。接下来，我随着整个花园的状况去做个一些拍摄介绍，让你们了解一下这个过程，我大概都是在做什么呢？当然，我也会去拍摄一些花开时候的品种，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品种它整个特性。接下来下个影片会制作什么的影片，我目前还没有一个idea。我们期待下一支影片见吧，拜拜。